万众期待的洛基第2季终于上线了，而这部剧也依旧保持了第1季的高水准，获得了不错的评价。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析一下第1集中的相关内容。首先，画面紧接上1季结尾，希尔维杀死了遗留之人康，多元宇宙时间线被解放，而洛基也被希尔维给传送回了 TVA。但等洛基一问，才发现莫比乌斯和 B15竟然完全不认识他了，还派出了警卫来追捕他。情急之下，洛基跳上了一辆快递车，而司机也因为这意外情况受到惊吓，撞上了一座康的雕像。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TVA 中还有着众多这样的雕像。画面给到正在打扫卫生的凯西，他正在悠闲地听着广播，突然窗外一辆快递车飞了进来，将悬挂着的时间线监视器给打了下来。监视器掉下来后，也将地板给砸出了裂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板上的图案，整体看的话非常像是一张人脸，中间有一个沙漏，象征的时间，而沙漏也是在 TVA 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另外，这个沙漏的线条风格也很符合 TVA 的字体艺术。办公室的众人都被这一幕吓了一跳，凯西也摘下了耳机，这里他所听的广播其实是月光骑士中史蒂文所听的那段广播。Solving puzzles is a great way to keep your mind awake. Calm your mind and relax. 洛基试图和凯西交谈，但凯西也不认识洛基，还报告了外来者入侵的消息。就在洛基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身体出现了时间溜脱的现象。等他一回头，发现凯西这时竟然又认得自己了。正在他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他瞥见了地板上的裂痕，这才后知后觉自己刚刚一直在过去，所以莫比乌斯和凯西等人才完全不认识自己。其实剧中为了防止我们看不懂，也有着很明确的线索。首先我们看向整个城市，有很多地方都在施工，证明这时还是 TVA 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监视器，造型上很像以前那种大头显示器，屏幕分辨率也是比较低，满满的像素风。时间线也还只有一条神圣时间线和几条短短的分支。从凯西的身份转变也可以看出来，过去的凯西只是一个小员工，只负责一些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之类的杂物。但随着职务的提升，他也坐上了办公室，所以胸前也多了2支笔，过去的则没有。这里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设定，那就是在 TVA 内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设定。换个角度理解，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时存在的。本来这种设定用在 TVA 内是没问题的，但偏偏现在出现了一个会时间溜脱现象的洛基，他能够穿越到 TVA 的任意一个时间点，而他在过去做出的任何事物都会即时的影响现在和未来。让我们记住这个设定，这在后面的解析乃至洛基2整部剧都会被反复提及。让我们继续解析，凯西正要带着洛基去见莫比乌斯和 B15， 但洛基却又发生时间溜脱而消失不见，凯西只好自己去和莫比乌斯说明情况。这里我们注意凯西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失落，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过去会对未来造成即时影响。凯西的脑海现在已经出现了自己曾经报警派人抓洛基的这段记忆，所以现在的他会感到愧疚。这里的莫比乌斯和 B15看着爆发的时间支线颇有感触，因为他们是已经知晓了 TVA 背后的真相的，所以想要把真相公之于众，让这些时间支线上的人也有自己的人生。这时一位名叫 X5 的警卫登场，这是第2季中出现的新角色。他问莫比乌斯摩托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好不好玩，但这其实只是他搭话的引子。他真正想说的是，在上1季法官罗斯雷尔离开了，所以出现了新的司法委员会，分别是达斯将军和甘博法官，想请他们去战情室喝杯茶。莫比乌斯和 B15也就跟着他去了。这里我们详细说说 X5 这个角色，他在后面的剧情中肯定还有着不小的戏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在之后他进入战情室后，他的手臂和胸甲上竟然出现了许多非常明显的伤痕，这表明他也被洛基的穿越给即时影响到了。从伤口上来判断，非常像是洛基或女洛基的匕首刀痕。另外在预告中也出现过他的身影，那时的他还是一位电影明星，叫做布拉德·沃尔夫。他在饰演电影扎尼克这个怪物时，被真的扎尼克附体，成为了一个反派。在电影院的外面，我们还能看到电影扎尼克的广告牌。在他们搭上电梯后，洛基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时间溜脱回来了。在向凯西问得消息后，也前往了战情室。刚追上他俩，却又发生了时间溜脱现象。这次他回到了过去的 TVA 战情室，战情室内空无一物，只有一幅康的壁画，猜测这里就是曾经康之会议的所在地。壁画上的几位康就是议会中最重要的几个人。参考现在的战情室里都会为高级人员树立一座雕塑，还有这些反射在桌子上的灯光图案，代表的也是时间线。在现在的时间点，我们能看见这时间线非常的不稳定，分支也更加多。之后洛基注意到了一旁的录音机，并按下了播放，听见了康和罗斯雷尔的对话。而这里迪士尼的官方字幕上也为我们标注出了这个康是遗留之人康。录音的内容为康对罗斯雷尔的称赞，说他改变了战局的结果，并说自己很高兴和他一起领导，暗示了他俩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漫画
故事中，他俩就是一对情人 ，TVA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最早建立的，甚至这时还没有 TVA 的这个名字。是罗斯雷尔帮助遗留智人康赢得了多元宇宙战斗的胜利，收束了时间线，建立了时间管理局。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在屏幕上显示有一个时间为2321年6月12日，这可能指代的是录音录制的时间，或者是现在录音播放的时间。个人倾向于前面一种可能，因为在 TVA 内是没有具体时间的。回到现在的战情是 B15在为达斯将军和甘博法官疯狂解释，但达斯将军始终听不进去。甘博法官理解了 B15的意思，并发出了停止删除时间线的命令。刚好洛基也回到了现在，他从 X5 手中抢到删除棒，揭开了墙壁后隐藏的真相，所有人都被吓呆在原地。达斯将军则认为希尔维是一切错误的源头，下令要抓住他。这里我们看到达斯将军胸前的奖章，上面的头像非常像是一些老熟人，证明他曾经肯定是消除过某些关键人物。之后洛基为莫比乌斯讲述并解释时间尽头所发生的一切，还为他指出了解放时间线带来的最终后果。而莫比乌斯的表情很震惊，像是之前从未见过这幅画一样。这里我猜测，这可能也是因为洛基所造成的即时影响，因为在本集的最后，看似莫比乌斯和洛基解决的问题，但从预告内容中我们得知，洛基身上还是会有时间溜脱的现象发生，而这幅画就是洛基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通过这幅画给别人讲述解放时间线所带来的危害。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后来删除洛基的也是洛基，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事形成一个闭环。正如本集的标题 Ouroboros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衔尾蛇，象征着时间事物的无限循环。再结合莫比乌斯名义的由来，莫比乌斯环也是不断循环往复，这剧情暗示的多少有些明显了。接着我们看到关继威所饰演的角色 Ouroboros， 莫比乌斯给他起的简称叫做 OB， 但从两人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中可以听出，这两人好像并不熟悉。具体原因可能是 TVA 中的员工记忆被删除过不止一次，于是问题就来了，其他人都会被删除记忆，那么为什么 OB 的记忆没有被删除？为什么洛基穿越回过去与他交谈造成的影响，他到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这里有人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维修部只有他一人，一旦把他的记忆给删除，就没人会修理 TVA 中的这些仪器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但这里我有一个更加疯狂的想法，那就是 OB 他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台不眠不休的机器，因为他曾说过，只要休息就会有工作堆积，所以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The workload is really piled up if I take a break, so I just keep at it forever. No sleep.这里我们暂且不谈 TVA 的人需不需要睡觉，什么时候睡觉，但是他们至少都需要17分钟的休息时间，而谁能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呢？只有机器人。结合第一季中的这句话 Please confirm to your knowledge that you are not a fully robotic being. We're born an organic creature and do in fact possess what many cultures would call a soul. What? To my knowledge? Do a lot of people not know if they're robots? Thank you for your confirmation. Please move through. 细思极恐。接着我们看到洛基、OB 和莫比乌斯这三人的跨时空对话，还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洛基能通过过去即时影响未来。洛基是从莫比乌斯那里知道 OB 的叫法，经过修改后则变成了由洛基创造了这个叫法。OB 刚说自己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现象的办法，就又因为洛基的提醒，想起自己曾经造出过一部时间灵光写取器，在片尾的字幕环节中有出现过写取器的设计图纸，看上去和维克托的发明设计非常相似，这可能也是遗留之人设计的一环，在自己死后让罗斯雷尔回到过去带回新的康，以确保 OB 能够发明出写取器，顺利的完成闭环。之后就到了本集的高潮部分，他们来到了时间引力机房抽取洛基的时间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机房的大门和 X 战警中的门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这可能也是为 X 战警回归所埋藏的一个伏笔。接着我们回到剧情，莫比乌斯在这里写下了 scan 一词，接着洛基又出现了时间溜脱现象，这次他穿越到的是哪里呢？通过这里莫比乌斯写下的 scan 可以得知，他这次是穿越到了未来，但要命的是他穿越的时候没有将删除棒一起带来，所以他必须赶快找删除棒。他这才发现未来的 TVA 已经是一团乱，所有人都在忙着撤离此地。原来是随着莫比乌斯任务的进行，未来的 TVA 也出现了崩溃的状况。这里我们看到显示器上显示的时间线形状和过去的时间引力以及维修部顶部的装置形状都非常像，但我认为这里指代的是另外一件更重要的大事件，那就是铺垫已久的秘密战争，将所有的多元宇宙全部汇聚成一条线，也就是将所有的多元宇宙英雄全部汇聚在斗界。之前有消息爆料说洛基2将会直接联动复联6，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最后整个 TVA 已经基本瘫痪，洛基的秒表也已经开始亮绿灯，但他还是没有找到删除棒。这时他被一阵电话铃声吸引，来到了一处电梯前，看到了希尔维。根据服饰可以判断，这个希尔维来自未来。
前面我们推测过，这里删除洛基的就是洛基自己，而谢尔维说的这句话也极有可能是对另一个洛基说的。至于电话铃声，则是未来的洛基吸引现在的洛基过来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要形成一个闭环。随着洛基被删除，现在的莫比乌斯也成功带回了洛基。随即本集正片内容结束，结尾的彩蛋为谢尔维穿越到了1982年的俄克拉荷马州，而在漫画中，这里就是索尔在诸神黄昏后所选择的新阿斯加德所在地，这又是在往雷神的方向引。洛基2的制片人凯文莱特也透露，漫威正在考虑让索尔和洛基兄弟俩重逢。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谢尔维的这次穿越并不发生在主时间线，而是在时间线分支上。之后谢尔维走进了一家麦当劳，服务员问他要吃些什么，他回答说只要不是老鼠那些就可以，这也暗示了他从小就开始流亡，从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店员则推荐他可以试试新推出的麦乐鸡块，因为麦乐鸡块最早诞生在1981年，所以对于1982年来说，这确实是新品了。而谢尔维的回答则是 I want to try everything. 这里其实不是指他食量有那么大，能吃下这么多食物，而是他在这里看到了人类世界生活的幸福美好，所以想停下来好好体验一下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预告中才能看到谢尔维拒绝再参与这些琐事，最后还是洛基把他劝回来的。那以上就是对第1集的全部解析，初步看下来这部剧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第1集中有着大量解释性的对话，可能会有些突兀，不知道大家对这部剧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